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个带您寻找真相的频道。据说哲学的3个终极问题是：我是谁？我从哪来？要到哪去？我是谁？这个问题从哲学的角度说，直到现在也没答案。但从社会角度说，作为现代人，大多都能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，认知错位的不在此例。不过，哲学家都是书呆子，书呆子一直认为我是谁是可以探索出来的。这种探索在现实中害死了许多人。按照哲学家的提示，要探索我是谁，第一个前提，你必须是个独立的个体。身体的独立只是具有思考这个问题的前提，思想和精神的独立才是思考这个问题的基础。暂且不说有了这个基础是否就有了答案，光具有这个基础，在古代就是犯法的，一不小心思考还没开始，脑袋就没了。我们5000年的历史，我唯一感觉只有晋朝的耶号说的那句话：“我与我周旋久，宁做我”，有了那么点意思。实际上，我是谁这句话真不能问。在古代那种环境下，我是谁不是自己能决定的，是国君决定的。管子有士农工商的职业分工，实际上也是每个人是谁的社会标签。生活在管子时代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老先生给他的启示想必是这样的：你想想，你家是种地的还是做手艺的？是做买卖的还是在衙门当差的？想起来了吗？想起来就对了，知道自己是谁了吧？我是谁，其实就在这士农工商这4个职业中。这4个职业有人研究，在管子眼里是平等的，也就是说是平等关系。不过这种说法我是不相信的。稍微了解点古代历史的人都知道，从有了国家开始，人就分了等级。比如现在把自己说成百姓、老百姓，觉得自己很谦逊，因为你是谁，不是百姓，已经是最低等级了。实际上在古代，百姓真不是现在的百姓能攀得上的。举个不恰当的例子，现在的百姓能和公务员能比吗？在古代，这个百姓可比现在的公务员更牛。书、尧典、九族记目，平章百姓。孔、传、百姓、百官，平章是辨别的意思，百姓是百官。这说明在古代，百姓不是普通公务员，而是具有一定职务的政务官。在古代，一个普通百姓敢自称百姓，肯定是弄错了自己是谁。不过这种尊称的时间延续的不长，至少在孔子时代，百姓有了我们现在的意思。论语颜渊：百姓足，君属与不足。百姓不足，君属与足。这个百姓和现在的百姓意思是接近的，只是在古代的现实中，百姓的真正称呼应该是黎。我们看古籍，百姓可以有现在百姓的意思，但黎只有现在百姓的意思，而没有作为官员的百姓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黎才是古代百姓的专用词。孟子：梁惠王上，黎民不饥不寒。史记：武帝本纪弃黎民始饥，汝后既剥食百谷。黎民才是真正的老百姓。如果说百姓一词可以溯源到贵族，那么黎民一词溯源到的就是奴隶。黎的前身是奴，这符合这个词的逻辑。黎的意思是黑色，这就是对最底层人的客观描述。天天热晒雨淋、胼手胝足的劳动者，没一个不是黑漆溜秋的。古代尽管有百姓和黎民混用的时候，但作为对底层人的常用称呼还是黎。黎作为对底层民众的专称，开始于秦朝。秦朝统一6国，看上去是对6国的统一，实质上是对民众的统一。秦始皇没有蠢到只要的不要人的程度，对他来说，统一6国就是6国的民众受他的统治。这个时候就必须规范称呼。秦朝统一后，采取了许多措施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明确了底层民众的统一称呼——黔首。史书记载，更名民曰黔首，或命民曰黔首。黔和黎的意思都是黑色。秦朝不用黎而用黔，有可能和秦的语言有关。黎接近于书面语、普通话，黔是秦地的土话。至此，我们知道，如果你在秦朝，你又是个老百姓的话，你是谁？你就是黔首。黔首这一秦地土语，随着秦的统一，成了官方语言。秦是统一6国的，对于黔首也有区别，即故和新的不同。所谓新黔首，即后来被征服地的老百姓。新黔首归入秦统治后，要承担的最基本的义务就是当兵从军。在秦国，故和新的区别
类似于贫农和下中农的区别，都属于社会的最底层。著名的陈胜吴广就属于新前手。记得后来有人写到秦统一时，六国百姓对秦朝大军如望云霓，这显然是在大一统政治正确下的想当然。谁愿意被秦国奴役，去做他的二等百姓？统一只是秦始皇的大业，和前手没有关系。如果说秦始皇的统一和前手有关系的话，正是这些前手们为秦始皇的统一提供了所有的保障，从物资、劳力甚至生命。如果能明白这些，就能听得懂孟姜女那呼天抢地的哭声，才能真正震动你的灵魂。如果你是古人，你是前手，你愿意吗？我想，如果不是天生的受虐狂，应该都不愿意。陈胜吴广的起义自然有很多原因，但他们知道自己作为新前手的社会地位，对这种明显的歧视从骨子里就反映出的不满，也是促成他反抗的内在原因，应该是没有错的。知道我是谁，实际也就找到了自己在这个社会的地位，也就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应对。在秦朝，对于大多数基层民众来说，只有一个身份：前手。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，欢迎点赞评论，谢谢大家。